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座废弃的寺庙，当然也有人把它叫作为道观。那不管它叫什么，从它的名字就不难发现，非常的霸气，好像是叫做关二老爷庙。不知道是否与关公或者说这个关云长有关？那从它的身世以及它的建造呢，至今都是一个谜。并且围绕在它的周围呢，大多都是一些奇闻杂谈，好像常常呢，从这个废弃的寺庙里面还能传出一些怪异的声响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寺庙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睹真容。今天又是山中寻古吧。这个天气呢，并不是特别的炎热，大概也就是30度左右，不过非常的闷。你看，我就走了一段路以后呢，现在又是满身大汗了。刚才在这个山林底下，我找当地的村人咨询了一下，据说这个寺庙又或者说是道观吧，是一个家族的道观，但是呢，村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道观具体修建的时间和年代，所以就众说纷纭吧。他们认为呢，有可能是清朝中期的时候修建的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这个道观一定是名门家族的道观。那你想，如果是清朝中期的话，距今都已经有200-300年的时间了吧，还是挺久远的。其他呢就没有太多这个道观的信息了。这个山林之路来，我们一块儿体验一下。哇，你看这前面没有路了，已经变成这种泥巴路，又或者说是比较原始的路面了。这种路走起来会比较的滑。这里的路面又好了。哇，这地方还有蛇，看，是一条小蛇。只看到前面的镜头，还没注意地上看来得小心一点好，走。我在前面这里稍微坐一会儿。你看我的纸巾现在都已经变成了湿纸巾，可以说是擦得汗流满面了。就能知道这徒步走上来那得出多少的汗。不过今天还算是不错，这一路上来没有遇到太多的人。不过最开始开车上来的时候，蛮离谱的地方就是那个森林防火站每隔大概30-50米嘛，就会有一个，而且你就要扫码，还有注册，还有登记才能通过。每50米就有一个，真挺离谱的。不知道还有多远，因为地图上面没有任何显示。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吧。走。
一片竹林，一般有竹林的地方，应该都会有寺庙，或者说是道观了。看来我们应该越来越近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溪，我感觉越走越偏了。刚刚穿过树林以后，现在又来到了一条比较荒的小路上面。这荒草把路都挡住了，中间还隐约有一条路。你看，在这个树上啊，还挂上了红色的绳子，说明我们应该走对了吧？还没找到，看来隐藏得比较深啊。不过这一路上都有这种红色的绸带，这应该就是一个指引吧。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寺庙，又或者说是道观了吧？没想到啊，它竟然就隐藏在这一片竹林当中。从外观来看啊，保存的还不错，而且那边还有围墙，现在底下已经被厚厚的植物所包裹着，这应该是它的一个侧面。这边都没有门，走过去看一下。这就是道观的正门了。从外观来看呢，就像是一个门楼一样，周围啊还有围墙，面积看上去呢并不是特别的大。不过这是一种典型的清代建筑的风格，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坍塌了。在大门这里啊，立了一个树桩，不知道有何用意。旁边还有一个保护牌，写上了“文保点”。这像是文物保护吗？这木门啊，一共有2层，一个大门，还有一个很小的门。这门是开着的。走，继续看一下。你看上面的这个屋檐啊，就用了2个木头立在这个柱础上面。看这边，这里面呢，就是这种小青瓦房，
典型的川东民居的造型，而且呢，它还是一个四合院吧。下面这里有很多的石头的构件，我感觉有点像是洗手台吧。不过现在全部都长满了青苔，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。这应该是一棵百年古树啊！你看下面的这些枝藤。上面都已经坍塌了，房间里面是空的，只有一些床还是柜子的一些木材吧。房间上面的，你看，这个搭的屋顶啊，都已经坍塌了，掉落得一地都是。保管室，地上的桌子啊都被掀翻了。地上也是一片狼藉啊！这边还能看到2个石柱础，旁边有些酒瓶，道士喝酒嘛，这很正常。上面的屋顶同样也都坍塌了。这每个房间的空间啊都不是很大，估计也就是6、7个平方米左右吧。你看，这么大的石柱础。这应该就是主殿了，不过同样也是空的，看不到任何的佛龛，或者说是道家的一些三清之类的。那这个道观，又或者说是寺庙，是否与关公有关呢？这个还真是不得而知啊。哇哦！你看这个房间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，上面的屋顶还有树枝啊，全部压下来。这边特别的黑，这应该是一个伙房吧？灶台。烟囱，真是有一点阴森恐怖啊！这是最后一个房间，你看这边的墙都已经坍塌了。探寻了半天啊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那如果按村民所说啊，这是一个家族式的道观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呢，这里就不是公共的庙宇。所以你看这里面的空间呢，自然也就并不是特别的大。而当这里的主人啊，他过世以后，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理呢？我想也可能跟这里的记载，或者说是跟这里的
宝物有关，没有什么太多有用的东西了，所以就自然让它自生自灭了。你看从这里啊，看整个中庭已经是杂草遍布，连这个树木上面的耳枝都已经长起来了，说明特别的潮湿吧。那为何平时这里会发出奇怪的声响？你想，这里都已经快要变成危房了，自然风吹草动就会有东西掉落，那有杂音，这也很正常吧。你看，在民间的传说当中啊，这种废弃的寺庙或者说是道观呢，那就是佛祖被遗弃的地方。当佛祖被遗弃后呢，他们便不再给这样的地方呢赐福了，所以很容易呢就会被那些妖魔鬼怪啊所占领。一旦这些妖魔鬼怪来到这样的地方以后呢，那就会变得比较的阴森恐怖。像在以前的电影和小说里面就曾经看到，去京城呢考状元的书生啊，就常常来到这样的一些寺庙或道观里面住宿一宿，结果呢却被妖怪给吃掉的故事。那根据迷信的玄学中啊，就说到这种废弃的古庙里面的鬼呢，与一般的鬼啊还不太一样，他们要比那些孤魂野鬼的档次呢要高了不少。听到吗？什么东西一直在叫？嘿，叫个不停啊！这绝对不是喇叭。没叫了。那这种古庙里面的鬼魂呢，一般要比孤魂野鬼啊，它的档次要高上了不少。主要呢又以害人为主。所以假设一下，如果现在能穿越到古代，你进京去考试的话，晚上住宿这样的废弃的古庙，你敢吗？好吧，那这个废弃的道观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沙僧，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你看，我在下山的时候啊，发现在这一片竹林当中呢，有一个古墓，上面还有一个古碑，刻上了“龙门羽化施主，本须罗老僧”。这个羽化的意思呢，原本是指昆虫啊在蜕变的时候长出了羽毛，而在道家当中的说法呢，龙门羽化很有可能就是得道成仙的意思。那这个墓主人是不是就是刚才道观里面的道长呢？时间是光绪34年，也就是大约在1908年左右吧，他就安葬在这一个地方。其实你看周围不仅是有竹林，而旁边还有小溪，风景和风水啊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返程。